请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如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？或许，答案就在服务他人法则中。这是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原则，它教导我们透过无私的奉献和关怀他人来丰富自己的生活。回应内在服务的召唤，不分事情大小的服务他人，这也等于是在帮助自己，急于找出彼此的信赖与认同，给接受你帮助的人一些空间，能让你事半功倍，建立良性互动，成就更伟大的自己。在这个令人感到无力和分心的时代，拥有一颗爱心并以服务他人为己任，将成为引领我们迈向更高层次的关键。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服务他人法则，并发现与体验它所带来的惊喜和意义。1. 发现内心的宝藏。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个神秘而丰富的宇宙，拥有无穷的潜力和瑰丽的宝藏，而服务他人法则正是一把能够开启内心宝藏的钥匙，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潜能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一个儿童福利机构，和那些需要关爱和陪伴的孩子们互动时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被点亮了。这些孩子们带给你无尽的笑容和快乐，同时也触动了你内心最纯真的情感。这种关怀和付出的行动让你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，并启发了你内心深处的善良和慈爱。服务他人法则让我们从关注自己转向关注他人，从追求个人利益转向创造共同利益。当我们将自己的时间、能力和关怀奉献给他人时，我们不仅帮助了别人，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在世界。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，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起一种连结和共鸣。通过服务他人，我们也能够发掘自己内心的潜能和才华。或许你会在一次社会志工服务活动中，发现自己对组织和协调的能力出众，或者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时，发现自己具有很好的沟通和解决冲突的能力。这些发现将激励你不断成长和学习，为他人服务，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技能和经验。因此，服务他人法则的第一步就是发现内心的宝藏。当我们打开心扉，投身于服务他人的行动中，向内心的恩典敞开心胸，让自己进入更高境界的生命之流，我们将发现自己拥有无限的爱、关怀和能力。2. 服务他人的多重影响。当我们以服务他人的态度生活时，我们不仅对他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收获。这个段落将带领你进一步探索服务他人的多重影响，并了解为何这种行为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一环。首先，服务他人不仅能够给予他人帮助和支持，同时也能够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。举个例子，当你参与一个社会志工服务计划时，协助在需要帮助的社区进行活动时，你将有机会与各种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们互动。这种交流不仅能够拓宽你的视野，还能够让你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。这样的经验将丰富你的人生，让你更加开放和成长。其次，服务他人也能够激发我们的内在潜能，并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和幸福感。当我们能够为他人带来帮助和快乐时，我们的自尊心得到了肯定，同时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。这种成就感和喜悦能够增加我们的自信心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想象一下，假如你是一位音乐老师，你将自己的音乐素养和知识传授给学生，看住他们在音乐的世界中成长和进步，
这样的经验不仅能够为学生在音乐方面带来成长，同时也能够激励和满足你自己的内在心理素质提升。最重要的是，服务他人能够为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。当我们每个人都以服务的态度对待他人时，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关怀、温暖和互相支持的社会环境。想象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和支持，社区将变得更加团结和和谐。这种正面的能量会逐渐扩散，影响更多的人，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。3、成为爱的使者。当我们深入理解并实践服务他人法则时，我们不仅是在接受与流动，更成为了爱的使者。这个段落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慈悲与关怀的世界，让我们一同探索如何以服务他人的态度创造美好且有意义的生活。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和关怀，而服务他人法则正是将这份爱转化为行动。通过关注他人的需求，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们可以为他人带来改变和帮助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在社区中参与了一个慈善活动，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和衣物。这样的行为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，带给他们新的希望和勇气。成为爱的使者也意味着建立起一个互相扶持的社群。当我们以服务的态度对待他人时，我们鼓励了共融、尊重和友爱的价值观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是一个社群领袖，你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团队，一同参与社区清洁活动。通过这样的活动，你不仅维护了社区的整洁和美观，更建立了一个互相支持和关怀的社群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他们的贡献和价值。成为爱的使者也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散播善意和慈悲。这不需要大而富裕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创造积极的改变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位同事正处于情绪低落的时刻，你可以主动关心他们，聆听他们的困忧，给予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。这样的小小举动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，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关爱和关心。成为爱的使者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或资源，它源于内心的态度和愿意。当我们以服务他人的心态生活，我们能够拥抱更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。让我们一同成为爱的使者，用心和行动去关怀他人，创造一个更美好、更温暖的世界。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爱的旅程，一同成为爱的使者，为普世撒下爱的种子，让我们的世界充满关爱、温暖和希望。通过这一连串的探讨，启发我们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服务他人法则的实践中。无论你是从小事入手，如帮助身边的朋友或家人，还是参与大型志工服务活动，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能为他人带来改变和希望。让我们一同启动爱心的力量，成为服务他人法则的倡导者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正能量。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，愿意伸出援手并分享爱的能量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服务他人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并共同建造一个更美好、更温暖的世界。换个角度来看，人往往追求所谓的舒服，但如何才能舒服？透过文字上已经给我们线索与答案了。书左边是舍，右边是予，所以书就是舍的给予，福就是服务他人，这个句子就是舍的付出，所以要舍得，舍了才会得。
而在舍本身还有更深的含义，就是得到后还要继续舍出去，不断的循环。舍得、舒服都只是简单的一个字句，但却蕴含很深的道理。现在就开始你的舍的给予，创造他人与个人的自我利益，创造双赢局面吧。请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谢谢。